这两天飞往莫斯科的中国专机有点 busy，一架载着总理李强高调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政府首脑理事会见普京会米舒斯京，央媒全程跟拍；另一架悄悄送去的是主掌军权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与俄罗斯国防部长举行会谈。但张出访的讯息却诡异的只出现在国防部网站和军网，且仅100来字。党媒官媒集体销声，两个重量级人物前后相差2天，先后出现在同一座城市莫斯科。同一时间，美国丢出震撼俄乌战场的28点和平方案，逼基辅、莫斯科和欧洲表态。把这几块拼在一起来看，你会发现李强的出场是给全世界看的访问，张又侠的则只是给普京和中南海看的访问。而这一明一暗，很可能正是在执行中共对川普28点和平方案的底层立场，不让俄罗斯输，不让美国赢，更不让美国有空转身全力对付中共。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芳华。两架飞机，两场戏，李强在台前，张又侠在后台。我们先来看看明线。11月17号的中午，李强乘专机抵达莫斯科，而政府官员和中共驻俄大使到机场迎接。此行名义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第24次会议，实际上安排满满，在克里姆林宫与普京会面，与总理米舒斯京举行中俄总理定期会晤，签合作文件。出席上合组织会议，强调中俄合作具有韧性，上合在全球治理中应发挥更大作用。这一趟中共宣传系统火力全开，外交部、院网站、新华社、人民日报都在推，照片、讲话全文样样齐。李强就是那个站在镜头前告诉世界中俄关系很稳、很韧性的人。2天之后，暗线登场。根据中国国防部网站与军网消息，11月20号，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应邀访问俄罗斯，在莫斯科与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举行会谈。会前有欢迎仪式，别洛乌索夫亲自陪同检阅仪仗队。但这么高规格的一场军事会晤，新华社没稿，人民日报没次，央视新闻也不见身影，只有国防部和中国军网发了一条极短通稿。3句话讲完，深入交换意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务实合作，连谁邀请的都模糊处理。同一座城市，李强有红毯、镜头、长篇通稿，张又侠有仪仗队、军礼，却只有一条100多字的冷处理。对内的讯号很清楚，经济往来可以说给大家听，军事保底只能悄悄谈。为什么张又侠只在国防部网站露个脸？很多的观众第一反应是，这是不是因为习近平跟张又侠闹不和，宣传口在卡他？内部权力角力固然是背景之一，但单从对外政策的角度，有3个更加直接的考量。1. 避免在俄乌战争28点和平方案节骨眼上被贴上中俄军事同盟的标签。川普政府推出的28点和平草案，核心几条已经被各家媒体拆得很清楚，要求乌克兰承认俄方对克里米亚及顿巴斯部分地区的控制，以现有战线为基础冻结前线，相当于用停火固化既成事实。乌克兰宪法写入不加入北约，并限制军队规模。作为交换，美欧提供类北约式安全保证，并逐步解除对俄制裁，给予重返G8、解冻资产等空间。对莫斯科来说，这是一部割地换安全的交易，很有吸引力。对基辅是在尊严与失去美国支持之间做残酷的选择。对北京问题更复杂，一旦战争按这个框架冷冻，下一步就是美国把战略重心抽回印太，全力对付中共。在这个节点，如果中共高调宣传中央军委副主席访俄、检阅仪仗队、谈深化军事合作，
外媒的标题会怎么写呢？很容易变成美国推和平方案，中共公开军事撑腰俄罗斯。欧洲政要早就公开要求北京在俄乌战争的问题上对俄施压，甚至点名中共应该帮忙推动停火。这个时候，北京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被 G7 抓住把柄，说中俄在美国斡旋停火之际强化军事同盟，于是只能够采取技术性消失处理，事情照办，但不放进大众舆论场。二，谈的东西太敏感，灰色军援、导弹防御、军事 AI。中共国防部和俄方通稿都只说了几个大框，加强高层往来，深化务实合作，就国际和地区安全深入交换意见。但同一时间，中俄还在莫斯科举行了3场司局级磋商，外太空安全、导弹问题、人工智慧军事应用。双方都承认在这些议题上高度共识，将进一步扩大合作。这几个关键词很敏感。导弹防御牵涉到未来如果台海冲突，中共怎么防御美日飞弹打击。军事 AI 则直接指向无人机集群、目标识别、战场决策辅助，这些在乌克兰战场上已经是天天实验的真实战场。再往前推，美国与北约多次公开指控，中共输往俄罗斯的大量机床、微电子、无人机零部件和双重用途物资，已经成为俄军维持战争的关键支撑。那么这一次张又侠赴俄，在川普和平方案的前提下，谈什么、答应了什么，不太可能写进新华社的通稿，不写也是为了减少面对国际压力的一种自保。3，更像是一场被俄方紧急召唤的军事续保。那么从时间线上来排一下，11月17号，李强抵达莫斯科会见米舒斯京。同期，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秘密赴基辅，向泽连斯基递交28点草案，并设下感恩节前答复的最后期限。11月19到20号，28点方案由美英媒体全文披露，引发欧洲乌克兰舆论震荡。11月20号，张又侠出现在莫斯科，与俄防长会谈，俄方举行欢迎仪式。这种时间卡得这么紧的安排，很难说只是早就排好的礼节性互访，更像是李强前脚刚走，和平方案突然曝光，俄方马上把真正能拍板军事合作的那个人请来。从这个角度看，张又侠去莫斯科很可能扮演的是军事保险业务员的角色，向普京保证，不管和平方案谈成什么样，北京在军事技术、情报、关键零部件上的支援不会断。同时也开出条件，俄罗斯可以跟西方谈，但不能整个跳船，不能完全倒向美国，不能在台湾与印太问题上背离北京。那么川普的28点为什么让北京特别的尴尬呢？从表面看，这份由美方提出在日内瓦谈判的28点和平框架，对俄罗斯比对乌克兰更友善，要求乌方做出领土与安全政策的重大让步，换取一个不完美但可以活下去的和平。这就踩中了北京最难处理的几个点。一，结果利于俄罗斯，但北京不能够公开鼓掌。一旦北京大力称赞，等同默认以武力改变边界可以被承认。那么未来如果台海爆发冲突，美日等国就更容易用不能坐视武力改变现状的名义介入。二，这是美国主导的和平叙事。过去几年，北京一直试图把自己包装成全球南方代言人、和平倡议者，推出过自己的12点立场文件。但真正在谈判桌上有主导权的仍然是美国、欧盟与乌克兰。这份28点草案把这件事摊在了世人面前，结束战争的不是北京方案，而是美国方案。3，一旦战争结束，美国能腾出手回到印太，这大概是北京心底最深的一层焦虑。俄乌战争持续，消耗大量美国军援与注意力，盟友精力被分散，对印太的布局被迫一心二用。俄罗斯受制裁，被迫加深对中共的依赖，北京反而多了一张俄罗斯牌。
如果28点谈成一个版本，战火暂时熄灭，美国就能把兵力与外交重心抽回亚太。G7 等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共的围堵可以更聚焦在台海与南海。俄罗斯如果逐步解禁，重返 G8， 对北京的唯一依赖也会下降。所以北京对这份方案的基本策略就是不能大力支持，不能公开反对，更不能太快成功。那么在这个大背景下，李和张的前后脚访俄就有了更清晰的解读框架。李强在公开场合讲的是，中俄关系具韧性，合作前景广阔，上合组织要在全球治理、地区稳定中发挥更大作用。这一条线主要是向3个对象发讯号：一，对俄罗斯说，我们不会因为美国出和平方案就撤，经贸能源大项目还是会做，你别以为靠近西方就能完全脱离中共。二，对欧洲说，中共还在玩多边主义、全球南方这套话术，希望欧洲别一股脑跟着美国走，尤其是在贸易科技上留点空间。三，对国内说，即便经济不好，对外还是用大国外交在撑场面。而张又侠这条线更像是对普京做一个军事兜底承诺，只要你不完全倒向西方，中俄的军事技术合作、灰色军援通道、卫星情报支持就不会断。导弹防御、军事 AI 这些关键领域，中方愿意和你一起摸索，顺便也为自己未来可能面对的美日联军找实验室。那么换句话说，李强负责告诉普京，我们经济合作不会跑；张又侠负责告诉普京，就算你签了和平方案，我们军事上也不会抛弃你。这样一来，北京就尽量的把川普那盘撬走俄罗斯，再集中火力对付中共的大棋掰回来一点，至少要让普京即使部分回到西方，也离不开中共的军事与经济支撑。当然，这一切发生的同时，北京内部并不平静。从张又侠在越南、俄罗斯等场合刻意不提习主席，到官媒对他动态的选择性报道，再到海外媒体大量传出习张分裂、中共元老们回锅的分析，可以看出围绕军权与对外路线的争夺，在党内确实越来越公开化。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无论是习近平本人还是张又侠，所谓的元老派在对俄政策上有分歧，真正的红线是一样的，都要保党。对他们来说，最大的风险不是普京多拿一点领土，而是俄罗斯被西方拉回去，中俄抱团破局，俄乌战争结束过快，美军抽身回印太，把压力全压到中共头上。G 区真把中共当成下一个俄罗斯，就会在金融、科技、能源上全面动手。在这个层面上，李强和张又侠的双重访俄，不只是两个派系各自出手，而更像是整个中共体制本能的自救反应。一边拖住和平谈判节奏，一边用经济与军事双保险，把俄罗斯死死绑在自己身边。努力把战后秩序的重心挡在欧亚大陆那一端，不要太快的压到中国门口。那么从表面看，和平方案是为了让乌克兰与俄罗斯早日停火，实际上谁在桌上，谁被排除在外，决定的是下一个10年谁来设计欧洲与印太安全秩序。对北京来说，尴尬就在这里。战火延续，国际上指责中共助纣为虐；战火熄灭，如果是美国主导的和平，中共又会发现给自己留的战略缓冲期瞬间消失，美国会带着盟友，带着比以前更完整的工具箱，转身回到台海与南海对付中共。所以当你看到新闻上李强在莫斯科谈上合组织全球治理，张又侠只在国防部网站露了个军礼照，可以试着记住这个画面。
一场战争的谈判桌上，除了基辅、莫斯科、华盛顿，还有一个躲在幕后拼命不想被边缘化的北京。而李强与张又侠的前后脚访俄，就是这个幕后玩家在28点和平方案前夕做出的又一次深夜加固，既是拉拢，也是自保。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